首席成了。凌晨，团队传来喜讯，我研发的乳腺癌试剂大获成功，即将震惊全世界。应该休息了，家人会担心的。可我没有家了。哇哦！儿子生殖宴上，我不慎将汤洒在儿媳身上。我的裙子，我花3万8刚买的。我给你擦擦。干什么呀？妈，你也太不小心了。哎呀，好了，媳妇儿，别生气了啊，妈也不是故意的，咱进屋换件啊。哎呀妈呀，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哦，微微，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哎呀妈，你别说了，媳妇儿，咱别生气啊，咱进屋换前2天买那个香槟色的啊，那个更适合你的气质。就你会在这当好人。微微，让开！儿子。哎，媳妇儿，你看这多好啊，这多符合你气质啊！我真受够了，我看他就是故意的。哎呀，小点声，王总还在外面呢。我凭什么小点声？我哪儿说错了？你说他除了添麻烦，他还要干什么？那毕竟是我妈呀。你妈？你妈说现在全身透着都是穷酸气，我带她出门我都嫌丢人。还有，你是没看到王太太她的眼神是吧？那指不定怎么笑话我们呢。哎呀，行了，我知道你受委屈，我保证，今天晚上我肯定好好劝她，劝她去老年公寓，毕竟那里边也有人照顾，是。闭嘴！她早就该去了。你说说你妈，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我看你妈那都是老废物。多年悉心照料，换来的竟是这般嫌弃。你说我是老废物？哎呀，来，妈，既然您都听到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您除了会做几个家常菜，您还能干什么？我照顾孩子，帮你们忙家务，让你们能够在外面安心上班。难道这些在你眼里就不是付出吗？这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扫地的有扫地机器人，洗碗的有洗碗机，洗衣服有洗衣机。您做的这些，机器哪个不能做？况且做的还比您好。哎呀，行了，都别说了。妈，微微，你们要当着王总的面，把咱们家最后一点脸面都撕破吗？陈浩，消消气儿。本来你们家的事儿我不应该插嘴，但是今天既然遇上了，我作为过来人就多说几句。阿姨，您年龄大了，得服老，只要不给孩子添乱，就是对孩子最大的帮助。对呀，阿姨，我看你儿媳说的话糙理不糙，你呀可能就是不太适应现在这个家的需求了。有时候退一步对大家都好，比如说去个条件好的养老院，那里有护工有同龄人，不比在家惹孩子们心烦强。就是，老人就应该有个老人样。到您这个岁数，身体健康，别惹麻烦，就是给我们儿女最大的支持。奶奶，别闹了。尊重，可从来都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挣的。妈，你这是要干嘛？妈，你疯了吗？你那条裙子，我赔你，我和这个家的账两清了。你要去哪儿啊？你把家搞成这样？陈浩，你妈是不是疯了？
姑娘，姑娘，阿姨，我们这儿不对外参观啊，你找谁啊？我办理入住，应该有预留。入住？阿姨，我们这儿只接待受邀专家和重点项目组，而且需要内部系统预定。你是不是走错了？要不去对面小旅馆看看？对不起啊，我是新来的，马上为您办理。首席，您来了，房间一直为您留着，每天都打扫，您这边请。好，你明天不用来了。啊，算了，新来的不懂规矩。哎呀，王太太，上一次让您见笑了，就陈浩他妈这个人吧，一辈子什么都不会干，也就干点家务。还说不得，你看这说两句，还离家出走了。哎，他就这样，心眼小，脾气大。过2天没钱他就回来了。哎，王总，我听说最近有个大新闻，你也听说了？曙光计划发布会新出了一款革命性的靶向药，专利一直在一名匿名的专家手里。如果你能拿到授权，哪怕是区域代理，也能立刻翻身。王总有门路？有，当然，承办发布会的负责人是我的老同学，我可以给你争取一个会前面谈的机会。只要你能谈成合作，我公司的股份分你一半。哎呦，那就太谢谢王总了！只要能面谈成功，我们一定厚礼相报。哎，王总，喝茶喝茶，喝点茶啊！进。老师，好久不见。清源呀，来，请坐。老师，特效药的成功研发，您居功至伟。这30年啊，业内一直流传您消失了。可我们这些老学生知道，您一直都在做这个事儿。事情啊，总要有人做吧。哈。发布会啊，按您的要求，安排在3天后上午10点，科技馆 A 厅进行，一切总检。但该到的人都会到。很好。老师，国际药业巨头开出的价码已经超过200亿了，咱们是不是应该那个？清源，我研究它，不是为了让药变成奢侈品。我明白了，老师。快点穿上衣服。小祖宗，你现在乖乖的把衣服穿好，晚上妈妈给你买变形金刚，行吗？那行吧。哎，自己穿，儿子。好吧。喂喂，帮我运一下，我下午还得见刘主任。你自己没长手，你自己弄啊！我要吃灰，那我还有你啊！哎呀！哎呀！这，我的衣服，这是我最好的西服了。你只要是妈在，连哪个西服配哪个衬衫，她都知道。那你找你妈去啊！哎呀，7点半了，你快送小宝上学，迟到了。哎呀，拉着你儿子呀，你都不拿。走了，儿子。快点！这是我刚沏好的茶，还请2位品鉴一番。我听王总说，您最近在忙发布会的事儿，特意备了点薄礼，您一定得收下。沈总客气了，不必，咱们先谈正事。刘主任，陈浩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有冲劲儿。这次曙光计划，你给他透个底，
有多大机会？王总、陈总，既然都是自己人，我就实话实说了。曙光不是普通专利，它是划时代的广谱实体瘤靶向药，临床数据堪称奇迹。业内保守估计，全球授权价值过1000亿。哪怕是只拿到大中华区的生产分销权，都够一个中型公司吃10年。1000亿，10年利润，我的个老天爷啊！陈总，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巨头在抢吗？国际前10的药企、总裁级的人物，最近已经飞过来，只为在发布会上露个面。刘主任、王总，不瞒二位说，公司确实出现了一点问题。现在被几家对手挤得确实有点活不下去了。如果能搭上曙光这条线的话，哪怕只是沾上一点边儿，这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救命稻草。这是我唯一能够翻身的机会，还请二位一定要把我这恩情，我陈浩记一辈子。刘主任，给他一个机会吧。我记得你说过，有个会前5分钟的专家会谈。好吧，既然王总都说了，那我就想办法给你个机会啊！那就谢谢刘主任，谢谢王总，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不给二位丢人。只是，刘主任，我能不能稍微的打听一下首席的喜好啊？比如说他喜欢一些什么类型的合作方案，或是说有什么样的忌讳，我好提前了解一下，不给二位丢人。陈总，我劝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首席的身份是最高保密级别，我们组委会也只有极少数人见过他的样貌和性格。我只知道这是一位国宝级的人物，在这个领域深耕了30年。他为人极其低调，厌恶一切浮夸和投机，所以给你争取这次机会已经是破天荒了。你就别指望在首席面前露脸了。所以你记住，要绝对专业，绝对简洁。绝对不要提任何与科研无关的事情。如果你还抱着打探喜好的心思，那我劝你真的放弃。明白，您放心，我们一定只谈专业，落地的实实在在的职场。陈浩啊，好好把握，只要你真能谈下咱俩公司的授权，我之前承诺，我公司1半的股份，马上转到你的名下。王总，你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老师，我们核查发布会邀请名单时，发现了一家叫浩威生物的公司，他们通过多层关系获得了会前面谈的资格，法人是您儿子陈浩。然后，这家公司3年前就陷入过困境，是靠长明灯基金匿名资助才挺过来的。基金的负责人林会长是您当年的助手，他知道陈浩是您儿子，所以他以为是在帮我照顾家人。林会长也很自责，他说如果知道您家是这种情况，他绝不会。这些流程合规吗？合规。陈浩当时的情况确实符合条件。那就按流程走吧。浩威生物公司的预约保留。好。完了，你儿子明天上美术课，你知道水彩笔在哪儿吗？那之前都是妈放的，我哪知道啊？你不知道啊？找啊，赶紧的！找到了！这不在这儿呢吗？累死了。爸爸，奶奶不在家，没人给我讲故事。那爸爸给你讲。哎呀，进。首席，林会长和赵律师说有急事找你。首席，我对不起您，我今早才知道您家里发生了事儿，我以为王小浩的公司
是在替您分忧，我完全不知道他们那样对您啊。无妨。首席，林会长委托我紧急梳理了与您相关的部分资产和权益，现在跟您汇报一下。好。第一，长明灯项目，30年累计产生的专利分红，按你当年签署的捐赠反哺协议，70%已投入科研基金，剩余30%暂存于保密信托账户，本金和收益共计为8.7亿人民币。第二，以您已故丈夫陈明远先生名义设立，由你终身支配的海外研究信托基金，目前估值约2.3亿美元。第三，在国内外核心期刊的157篇第一作者论文的长期版权收益，每年稳定在数百万美元。这么多？首席，这30年您隐姓埋名，所有个人收益几乎全捐了。外面的人都说，长明灯项目是集体智慧的奇迹，可我们这些老人都知道，没有您的话，根本就不会有这个奇迹。老林，钱和数字不重要，重要的是3天后的新闻发布会，一定要让曙光照到他该照的地方。首席，还有个事儿，陈浩先生的公司昨天下午向银行申请了最高额度的抵押贷款，贷款物是您那套老房子。什么？他敢？那套房子是我丈夫留给我的唯一遗物，他没有权利动。目前只是申请阶段，我们可以联系银行立刻阻止。阻止他。是。尊敬的李专家，我是浩威生物的陈浩。我们虽然规模不大，但我们拥有务实的技术支持和灵活的落地能力。我们深刻地认为，曙光计划造福人类的愿景，我们愿为其倾尽所有的资源。老公，你这也太假了！那大专家什么没见过？你得发自内心，得真诚。要我说，就怪你妈。你说你妈当年要是稍微有点能耐，给你攒点人脉资源啥的，你还至于对着镜子那么辛苦吗？陈浩，你说你妈对咱们这个家有什么贡献？就做个饭，不是闲了就是淡了，带个孩子还能粗心大意。哼，现在更好了，学会离家出走了。哎呀，微微啊，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等我们拿下明天的合作，那我们不就什么都有了？哎呀，我就是生气！你说你妈现在离家出走，那不纯属添麻烦吗？我告诉你，明天就是发布会，我看你妈要是去闹，你怎么办？哎呀，不可能！那她根本就不知道那发布会在哪儿。要我说，等明天发布会结束，立刻把你妈送到养老院去，再给她请出护工，那咱见效。哎，行了行了，微微啊，让我再练几遍啊。老师，会前面谈名单最终确认了，浩威生物在列，时间是明天上午9点15分，3号贵宾室。知道了。老师，明天的发言稿您不看了？不看了，30年早就铭记于心了。老师，这些手稿和研究日志，我们想保存起来，等发布会后，我们设一个非公开的档案馆。没必要了，静远。科学记录存在的意义，就是要验证和传承，而不是陈列辛劳。可是，这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您这30年的光阴，也是我们这代人看着曙光如何从无到有的见证啊！成果出来了，就说明路没有白走。至于说这路上是谁提着灯，是谁扶着梯子，我很清楚，也很欣慰。要知道，光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够点亮的，所以荣誉属于团队里每一个为此付出过的人。我也只是团队中的一员。我明白了，老师。静远，明天来和我们谈合作的企业，先问问他们愿意让利多少给那些买不起药的病人。好。王总，
今天可全靠你了。等陈浩见了那位大专家，我们第一个谢你。行，你们放心，这事儿包我身上了。陈浩，我看好你。还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少说2句，刘主任不是说了吗？这李专家他最反感。喂，李先生，您公司的抵押贷款的申请已被拒绝。抵押房产的合法共有人李秀兰女士明确拒绝签字同意，且无法联系核实。根据规定，无法担保。不可能啊，那是我家老房子，我有权处理。系统显示产权清晰，必须共有人一致同意。抱歉。喂，怎么了？杨阿说咱家房子抵押不了，我妈不签字。又是那个老东西，他这是要逼死我们是吧？陈浩，我可告诉你，公司等着你钱救命呢。你妈她要是把你这个亲儿子给逼死呢，你信不信？他现在正在等着我们去求他回来呢，一把岁数了，还玩这种把戏。你也别这么说。怎么了？我哪儿说错了？你说他除了添乱，他还会干什么？整天苦着一张脸，感觉全世界都欠他一样。好了，你别告诉我你现在怕了，早干什么去？然后，你妈啊？哦，首席好，首席好，好，首席好，妈，老太婆，你也不看这什么场合，是你随随便便能进来的地方吗？赶紧给我出去，别再丢人现眼。我怎么就不能来了？你也不看这什么场合，你以为菜市场呢？出去！妈，今天对我很重要，你先回去。有什么事儿我们晚上再说行吗？很重要，所以呢？所以就别在这碍事儿。你不知道你儿子陈浩为了今天准备了多久？你是真见不得你儿子好啊！想多了，让开。妈，今天对我真的很重要，能不能别这么自私了？我不是来找你们的，我赶时间，尽快让开。赶时间？赶着去超市抢打折鸡蛋吗？妈，宋，我求你了，别闹了。您这样除了让所有人看笑话，还能得到什么？就是，赶紧回去，别在这丢人现眼。你也不看看自己，浑身上下超不过500块。还有，睁大你的眼睛看看，今天在这个场合都是些什么人？你不害臊，我都替你丢脸。李秀兰，你给我站住！给你脸了是不是？你以为你穿上了西装就能冒充专家了？你就算溜进这会场，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老太婆。你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说完了吗？我在呢，我穿什么，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还有，我今天是来参加发布会的，没有闲心管你们家那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参加发布会，你是早上忘了吃药了，还是得了老年痴呆呀？哎呦，微微，别说了。我凭什么不能说？我就是要各位给我评评理。一个一辈子围着锅台转，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太婆，也是来参加顶级医学发布会的吗？各位，这位是我婆婆这辈子唯一的研究成果，就是把菜炒糊了。就她也配站在这儿参加发布会？这种人怎么能来发布会？会这样啊？妈，你非要把事情闹到这一步吗？你非要当着所有人面把我最后一点脸都给撕干净吗？是。我以前觉得你没用，觉得你除了添乱什么都帮不上，可是我从来没想过你会变得这么不可理喻，这么自私啊！我自私？难道不是吗？你明知道今天决定了公司的生死，你明知道你儿子陈浩为了今天熬了多少夜，求了多少人，而你作为他亲妈，你为他做过什么？
你在这个时候跳出来，用这种可笑至极的方式刷存在感，您不就是气我们昨天说了重话吗？你选择用这个方式来报复我们，不就是为了证明您厉害吗？黑秀兰，我告诉你，你这副嘴脸，你只会让全世界的人，包括你儿子，觉得你可怜、可笑又可悲。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浑身上下，从里到外，哪一点像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你站在这儿，就是给发布会最大的耻辱。妈，我求你了，你回去吧，别再说什么参加发布会的梦话了。你要是真想帮我，你现在就赶紧离开，安安静静的离开，这才是对我最大的好了。别再给我丢人了，行不行？你们说了这么多，不就是觉得我不应该在这儿，不配在这儿吗？可是，如果我说我是受邀而来的呢？如果说我是受邀而来的呢？李秀兰，说你没文化，还真没冤枉你。你不知道伪造邀请函是犯罪吗？妈，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你非要毁了这个家，毁了我，你才甘心吗？是，昨天说的话重了，是我不对。你想要以这种方式报复我，可以。知道今天对我来说意义是什么吗？这是我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你把它夺走了，你跟杀了我有什么区别？你说话呀！你不是能说会道吗？你不是受邀嘉宾吗？你。喂，立刻到3号贵宾室，你的会前面谈时间到了。可是，李专家临时调整的时间，你还有5分钟准备，过时不候。妈，我不管你现在发什么疯，你今天必须在这里老老实实的待着，等着我回来，哪儿也不许去，听见了吧？等发布会结束，我们回去好好跟你。等陈浩谈完正事，你要是敢乱跑，否则我叫保安把你请出去。等我面谈结束，我们一起回家。等面谈结束，看我怎么惹怒老太婆。李专家您好，我是浩威生物陈浩，很荣幸。陈浩先生，陈浩先生，刘薇女士，你们有5分钟的时间，请开始吧。妈，你是疯了吗你？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里是贵宾室，是李专家的地方，你怎么进来的？你赶紧给我出去！妈，你到底想怎么样？非得把我彻底毁了你才甘心吗？装模作样坐到主位上，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过家家的戏台吗？你趁着贵宾室没人偷偷溜进来，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这是非法闯入，你是非让我把保安请进来，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你拖出去，你才知道什么叫做丢人现眼。你现在立刻起来，给我滚蛋！我还可以当做你是老糊涂，犯了病。你是不是非得把陈浩千辛万苦才求来的面谈机会搅黄了，才肯善罢甘休？你怎么这么恶毒？说完了。谁告诉你们我是偷溜进来的？不然呢？难道您是被请进来的吗？李专家，抱歉打扰。李专家，您这边都准备好了吗？嗯。陈总，这位便是今天和您面谈的李专家。刘主任，您是不是搞错了？她是我妈呀，这怎么可能？是啊，他怎么可能是专家啊？您别开玩笑了，主任。陈总，你们是在质疑我的工作吗？看在王总的面子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要么
你们现在立刻向李专家道歉，拿着你们应该有的专业态度来参加面谈，要不我现在就请你们出去，并且终止以后你们公司与我们任何的合作机会，并且终止你们公司与我们以后的所有合作。对不起，刘主任，我们只是太震惊了。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可能？是啊，妈，您说您是这么大的专家，您何必瞒着我们呢？私人问题无可奉告，请及时作答，直接开始面谈吧。哦，我明白了，是爸，是不是因为我爸？爸走得早，但他当年在科研圈也是轰动一时的青年才俊。妈，你是不是动用了爸留下来的人脉关系了？是不是那些叔伯前辈看在爸的面子上，才给你留下这么一个专家的名额？妈，你早说你还有这样的人脉，我是不是不至于这么多年吃那么多的苦啊？这些年我求爷爷告奶奶的，我受尽了各种的脸色，这公司几次就要倒闭呀！你早说你有这样的人脉，就是不肯伸把手，你怎么就这么的狠心啊？这公司几次就要倒闭呀！你早说你有这样的人脉，就是不肯伸把手，你怎么就这么的狠心啊？你明明有人脉，有资源，你何必藏着掖着？陈浩可是你亲儿子，他好，你不也能跟着享福吗？不要等到现在用这种方式，您这不是存心让我们难堪吗？妈，你知道我这些年公司有多难吗？订单被抢，眼看资金链就要断，外面还欠了一屁股的债。你知道我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在想什么吗？我在想，我今天怎么能活得下来？您倒好，拿着我爸留下的资源，风光无限的当专家。你心里想过我这个儿子吗？说完了吗？我的时间很宝贵，如果你来这里只是为了暴露你公司的困境的话，那我觉得咱们面谈可以结束。面谈可以结束了。结束？凭什么结束？我们好不容易求来的机会，还没说两句话呢，您就要赶我们走？陈浩，要我说，你妈她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那肯定是用了爸的关系硬挤进这个位置。哼，他什么目的呀？他懂什么叫专业，懂什么叫市场吗？他要是能当专家，那我也可以。妈，你要这专家的名头又没什么用，你要真念着爸的好，真想帮我呢，你不如就把这实际的名额让给我嘛。对呀，妈，您说您年纪大了，不想抛头露面，那您得把机会让出，或者换一个，只要您愿意牵个线，把真正能够拍板的大佬介绍给我们认识，看在爸的面子上多照顾照顾我们，把这人脉呀、资源呀也给我们用用，那才是真正的物尽其用。您呀，才能对得起天上的爸。妈，维维说的对，你这专家的名头是怎么来的，其实我们心里边都有数。您呀，爸留下来的香火情是用一次少一次的，您不能把这些东西用在虚头巴脑的面子上的。您把关系让给我们去经营，这公司要是好了，我们也不能亏待你，不是？哎，时间到了。妈，我们话还没说完呢。妈，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你就不能向着点自己人吗？你给我个面子啊！你们的脸可真大。妈，你给我站住！各位，你们给我评评理，这就是我妈，我们供她吃供她住，对她掏心掏肺。可她呢，为了出风头，把郭氏老伴的资源全占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公司破产，她都不管不顾。是，妈，我是没本事，可我对你也不差呀。你生病了，我给你拿钱；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什么。可你呢？你为这个家做过什么？你对这个家有贡献吗？
您知道我现在有多难吗？你明明有资源，可你为什么要偏偏装模作样的站在台上，也不肯拉您亲生儿子一把？您心是石头做的吗？这老太太看着挺体面，怎么这样？就是啊，自己儿子都不帮，拿着老伴儿的资源挥霍，确实不该。陈浩，你说我对这个家没有用处，那我问你，你爸走得早，是谁把你拉扯大？你结婚要买房子，是谁拿出了积攒半辈子压箱底的钱给你购置新房？你媳妇儿一坐月子，又是谁累得腰酸腿疼，半夜起不来？第二天还是坚持1天6顿汤水，不重样的伺候着。你孩子小宝上学，是谁从小到大风雨无阻的负责接送？你去过几次？是，我说话不好听。男的怎么这样？我做的饭也不合你们的胃口，我打扫卫生，总是有角落打扫不干净，这就在你们的眼里，我就是个废物是吗？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你们做饭，每天晚上收拾完家里，我是最后一个睡。你们吃的、用的、穿的，全都是我为你们准备的，这些都不算我为你们做出的贡献。你们在外面累了，受了委屈，回到家里都会跟我发脾气，可我呢？我累了一辈子了，我心里有委屈，我跟谁说？你们嫌弃我观念旧，手脚慢，可我已经把我最好的东西都拿给你们了，难道我有错吗？我再告诉你们，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是我自己靠一个个你们没有看到的日夜辛劳才换来的。你们可以看不起我，你们可以觉得我没用，但是你们没有资格否定我。妈，您说的这些啊，是，你也辛苦，可是全天下哪个当妈的不是这样的？怎么就到你这就变得委屈了？你要是觉得委屈，当年可以提呀，现在拿这些出来，是故意让我们难堪吗？就是，合着全天下就您一个当妈的辛苦，就您那点家务活，还值得拿出来邀功了？要我说啊，有时候这命还真不如换换。要是活下来的是爸，哪儿还有现在这么多破事儿？我们也不至于指望一个只会围着灶台转的人来光宗耀祖。陈浩，你爸爸当年多优秀，要是现在还活着，我们陈家早就飞黄腾达了。结果呢，你爸把生的机会让给了你妈，可他倒好，活了这么多年，除了会围着灶台转，他还会干什么？要我说，你妈到现在好不容易靠着你爸的关系混了点名头，他不说怎么帮帮你这个儿子，反倒自己在这演上女科学家了。哎呀，好了，别说了。您现在的一切是靠爸的生命换来的，您对得起他吗？这一巴掌，我打的是你的嘴，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这一巴掌，我打的是你的心，狼心狗肺，不知感恩。这一巴掌，我打的是你的人，为人子女，你孝如弟。陈浩，你是死人吧？任由你妈这么欺负我！刘卫，这些年你在我面前扮乖巧，装孝顺，一口一个妈，叫我温顺。我看你在外面工作不容易，我总是想着将心比心。你怀孕，我变着花样的伺候；你坐月子，我伺候你比亲妈伺候的还尽心。你跟陈浩吵架，我每次都是骂他护着你。我以为人心都是肉长，我以为我真心待你，
你就算是不把我当亲妈，也会对我有几分尊重吧？可是我错了，我掏心掏肺的对待你，没想到养出你这么个吃里扒外、笑里藏刀的白眼狼。我把你当家人，你把我当佣人，当累赘，当抹布一样跟在脚底下踩。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都觉得恶心。我养你，我还不如养条狗。养条狗，还知道护主，还知道谁给它饭吃，而你们还嫌我给的肉不够好，不够多。陈好，刘威刚才说的那些话，也是你想说的吧？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应该早点？没有，没有，你怎么能这么想？微微他只是一时糊涂，他胡说八道的。清源，在。把他们请出去。是，老师。安保。是我糊涂了，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们吧。妈！妈！陈浩，这他娘的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被赶出来了？王总，那个专家他……别废话，怎么回事？见到了，专家就是我妈。啊？你脑子是不是被门夹了？你他妈糊弄鬼呢你啊！没有，我说真的，那刘主任带我进去，那里面坐的就是我妈李秀兰啊。我们跟她吵了一架。所以说刚才里面吵架的是你们，被扇耳光的也是你们，当着刘主任的面跟专家吵起来，还被人赶出来了。我打个电话。哎，老刘，我老王，哎，刚才是误会，是他们俩不懂事就……王总不必说了，我个人建议你离这两个蠢货远点儿，你好自为之。你打。不接。陈浩、刘威，你们两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垃圾！出钱出关系，你们就是这么报答我的是吗？见了面，你们是往死里给我得罪啊！还被人赶出来了！告诉你们，立刻马上给我想办法得到他的原谅，不管他是你亲妈还是你亲祖宗，进去跪下道歉，否则我就撤资，所有钱一分不剩全部抽走，还有你们公司的黑料、脏料，我全都给你曝光出去，我保证半个月内让你在全行业消失。你个大傻逼！还是都怪你，你什么话都敢往外说，换命这种鬼话你都敢跟我说？你现在来怪我，你当初不也没拦着吗？你妈说我的时候，你像个死人一样。我当时我脑子不也懵了吗？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要是求不回来妈，王总撤资，债主上门，我们俩都得死。妈，儿子知道错了，儿子不是人，儿子被猪油蒙了心啊！您打我骂我都行，原谅我一次，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啊，妈。是啊，妈，我知道错了，是我嘴贱，是我混蛋，妈，我错了，就原谅我们吧，妈，求您了。妈，您看在我们母子一场份上，看在我死去的爸的份上，别跟我们一般见识啊！公司真的要完了，王总要撤资，那是要我的命啊，妈！妈，求你帮帮我，你说句话就行，我求你了，妈！说完了吗？清源，明天的会议材料晚上发到我邮箱。好，妈，让开，挡路了。妈，你别走，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妈妈，我给你磕一个。
妈，就原谅我们吧。我发誓，我们以后一定保证把您像祖宗一样的供着。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妈，我求求您，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现在知道错了，现在知道我是你们的妈了。当我只是一个围着你们转的老太婆时，我就活该被糟践了。我的付出就活该被你们当作是应该的，我的感受就活该被你们忽略嫌弃。这么多年，我对你们掏心掏肺，换来却是你们理直气壮的索取，把我当抹布一样踩在脚下。陈浩，我生你养你，供你读书，帮你成家，替你带孩子。我不求你大富大贵后对我有什么报答，我只求你给我最起码的尊重和平等的看待。可你呢？你的妻子当着外人的面羞辱我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沉默，你附和，你甚至觉得他说的句句有道理。你们两口子这般行事，与禽兽何异？简直是枉为人子。首席，车已经准备好了，这回没事了，我送您过去。好。林会长，你刚才说什么？首席？你刚才说什么？首席？陈浩，既然你问了，那我就正式告诉你，李秀兰女士是我们曙光计划的首席和总负责人。她手中握有的不仅是今天发布的那一项突破性的专利，更是引领未来数十年生物医药方向的钥匙。就是曙光本身。林会长，你说的都是真的？我妈她真是首席？当然，今天所有人都是冲着首席来的。你这个做儿子的，竟然当众羞辱你母亲，真的是，造孽呀！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这个搅家境长舌妇！要不是你整天在我耳边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要不是你对我妈冷嘲热讽，我又怎么会误会我妈？我又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又怎么会对我妈不敬不孝，让我妈不认我这个儿子？都怪你，妈！都是因为他，都是因为他撺掇我，我才会这样。妈，我对你是有感情的呀，妈！都是因为他呀！推卸责任，诿过于人。陈浩，你真的是一点担当都没有。30多岁的男人，出了事，只会把错误怪在女人头上。你的骨气呢？你的孝顺和悔过，永远只出现在你需要救命稻草的时候。妈，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儿子被猪油忘了心，是儿子不该这么做，儿子错了，儿子真的错了。妈，你说句话，只要你能说句话，说句话，我的公司就能活。妈，你说句话呀！滚开！疯了吧？这是不是有病？太吓人了！真有诈！对呀、老公，我们先回家吧，这里还有好多人看着呢。回家？回什么家？公司都要没了，家也没了，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我算是看清楚了，你就是个祸害，你就是个扫把星。要不是你整天吹我耳边风，说我妈这不好那不对，嫌弃她手脚慢，嫌弃她没见识，挑拨我们母子关系，我怎么会觉得我妈真的是个累赘？我会忽视她的感受吗？
我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吗？众叛亲离，连我妈都不认下我这个儿子。这媳妇儿也太不像话了，刚才那话也太恶毒了。就是，哪有这么咒自己婆婆的？大家都听到了吗？都是因为他，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得了吧，你少在这甩锅。他挑拨，他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你是3岁小孩，没脑子，还不是你自己心里早就嫌你妈是负担，觉得她没用，不然别人随便说几句，就能让你对自己亲妈那种态度。出了事不想自己担着，就会把责任全部推到女人头上。你妈骂的真对，你就是个没担当的孬种。对，软蛋，自己没本事怪老婆。就是，刚才对你妈那么狠，现在装什么可怜？软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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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吧。软蛋，软蛋。呸！什么东西？老公，老公，我们先回家，我们先回家吧，行吗？回家？等死吗？陈浩，妈现在在气头上，我们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硬碰硬肯定不行，但我们还有机会。你忘了，我们还有小宝啊，小宝可是他亲孙子，那可是他一手带大的亲孙子，他可以不理我们，难道还能不认自己的亲孙子吗？对，我们还有小宝。好了，我们先回家再说。哄哄小宝，给他奶奶打电话，说想奶奶了。孩子的话，老人最容易心软，只要妈肯见小宝，肯接电话，这事就有转圜的余地。这个时候我们要回家从长计议。对，我们还有小宝，我们直接回家教他怎么说话。走。进。首席，这是今天发布会后的舆情简报和数据反馈，正面反响超出预期。另外，有几家顶级药企的代表希望能够预约明天拜访。您看，明天上午10点钟以后安排半小时的时间给诺方的人，其他的人就先婉拒吧。好的，首席。还有事吗？首席，门口那些事我们都听说了，陈浩和他媳妇儿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们这些老伙计这些年虽然不知道您具体在忙什么大项目，可都知道您一直都没有闲着，知道您不容易。他们作为家人，怎么能那么对你？简直是狼心狗肺！我们都替您感到心寒啊！首席，您别往心里去，为了那样的人不值得。您还有我们，还有曙光，还有千千万万等着被拯救的人。这话我不该说的。您早点休息吧。谢谢你。进。妈，儿子带孙子给您磕头认错了。妈，我们回去反思了很久，我们真知道错了。我们以前对您说的那些糊涂话，做那些混账事，妈，请你原谅我们吧。我们真错了，我们被猪油蒙了心，不懂得珍惜您的付出，不尊重您。这个家不能没有您，没有您的家，这根本就不是家呀！小宝，快去叫奶奶，说你想奶奶了。奶奶，你去哪儿了？小宝想你。妈妈做的饭好难吃，都糊了。爸爸晚上不给我讲故事。奶奶，我要奶奶。妈，你看，
孩子不能没有您啊！您不在的时候，家里是乱成了一团呢。这我们两个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过日子啊，妈。是吗？妈，我们真错了，我们真知道错了，妈。就看在孩子的面上，原谅我们一次，跟我们回家吧，啊！我保证，我们一定好好的孝顺您，什么都听您的。我们这个家它不能散啊！这小宝他不能没有奶奶呀！说完了，演够了。那好，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说你们真的拿到了曙光的生产授权，每一盒药，你们愿意拿出多少利润来补贴那些吃不起药但又真正需要药的这些人？我们绝对有社会责任感。5%，我再额外成立一个救助基金。5%啊，10%，妈，10%真不少了，这药它肯定贵，10%也是很大的一笔救助款呀，妈。不够。15%，妈，这已经是我们能够承受的极限了。我们还得考虑这生产成本、做托管渠道，还有这后期的研发。我问的是，你们愿意拿出多少利润来补贴那些真正需要吃药的人，而不是让你在这跟我算成本。30%，不能再多了，妈。是啊，妈，这生意不是我们一家在做呀。这王总那边投资人按照协议就要拿走50%的投资款，这剩下的50%，生产管理、运营资质，还有人力杂费，他就要拿走10%啊！这剩下的我们又要掏出30%，这我们也就剩了10%的辛苦钱呀，妈。妈，这次真没骗你，这次真的是底线了，妈。我熬了30年，在实验室里，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重来，为的不是要把它们制作出来给有钱人们当专属，我要让他们真正的帮助到那些普通的人，让那些真正吃不起药的人看到活下去的希望。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走吧。您不能那么狠心呀，李秀兰，你怎么那么狠心啊？妈，您为了您的事业，为了您的理想，辛辛苦苦奋斗了30年，现在您成功了，为什么就不能分出来一点点小心思，为了我们这个小家，为了您的亲生骨肉谋一点实实在在的福利呀？对呀，妈，您清高，您伟大，可我们就是普通人啊，我们也要生活的呀。您是不知道，为了这次机会，我们两个把房子都抵押了，要是得不到这次机会，公司下个月就撑不住了，到时候人行收房，债主堵门，你让我们一家3口可怎么活啊？就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儿子、亲孙子流浪街头吗？妈，就帮我这一次，就这一次，哪怕我只要这个授权，哪怕只是一个挂名，让我公司缓过气，只要能挺过这个难关，我保证一定会好好的报答您，不能看着我们往火坑里面跳啊！李秀兰，你到底有没有心啊？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当了首席你就了不起了，你就可以六亲不认了？天底下有你这样当妈的吗？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儿子家破人亡，看着自己的亲孙子没有学上？李秀兰，你枉为人母！妈，你口口声声说大爱，说病人，那你何曾想过，为了这个家，为了我这个儿子，你有过一丝爱和怜悯吗？你怎么这么冷血？
公司倒闭，是你们经营不善，决策错误；房子被抵押，是你们贪心冒险，孤注一掷。这次后果，是你们自己选择的苦果。陈浩，我生你于世，养你成人，作为母亲，我尽了我所尽的所有能力。我不求你大富大贵之后对我能够有回报，我只想你能够给我最基本的尊重和最基本的平等。可你给了我什么呢？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又想起我这个妈了，用亲情绑架，卖财要挟，甚至骂我枉为人母。陈浩，你听清楚，我从前不欠你的，现在不欠你的，将来更不欠你的。好，好，李秀兰，你够狠！你不认我这个儿子，不认这个家，行，那你就抱着你的专利，做你的孤家寡人吧。我们走。走下吧。他们走了，带着恨意。这条路，我好像真的只剩下自己了。他叫苏婉，和我同岁，发现时已经是晚期了。我访问他时，他摸着胸口那个硬块，笑着对我说：“陈医生，我不怕死，可我女儿才3岁。”那时候，我见了太多苏婉，也见了太多被病痛折磨的苦命女人，在失去健康后，也被家庭轻易抛弃。我能做的太少，可心里总烧着一团火。我就想，我这一生能不能为这世间的女子真正做点事，哪怕就一件事。就是那天，我对自己立誓，不管多难，我要找到那条生路。30年，好像真的很长，长的足以让一个婴儿长大成人，长的足以让一个家变了从前的模样，又好像很短，短到只能去做一件事。但我不后悔。哎呀，老公，你别喝了，你光在这借酒消愁有什么用？咱们得想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我妈这次是铁了心了，有什么办法？你不觉得这个事儿从头到尾都透着点邪乎吗？好像是有点儿。老公，你看你妈跟着我们也住了这么多年了，你有见过她看过一次专业书，来过一次试管吗？林会长哎呀，他们，林会长他们看的只是成果，那这成果就有可能是你爸的呀。这跟我爸有什么关系？老公，你好好想想，你爸他当年多牛啊！他要是现在还活着，那得是什么样的成就？这说不定成果就是他的。你爸他当年走的那么突然，他可是什么话都没留下。他的那些研究资料、手稿，包括半成品思路，是不是有可能留在家里了？你妈她
是不是有可能接触过，甚至是继承了？你的意思是，这些研究成果有可能就是我爸的，是我妈她恰好完成了，然后占有了。对，哎呀，老公，这我可不是说你妈坏话啊。你想，你是你爸的亲儿子，是不是你更有资格继承他，发展他？这也不能招一个外星人，就把你爸的遗产都占了吗？当时我爸走的时候，那我还小啊，家里那些什么书啊、纸啊那些东西，搬家的时候都丢了不少。我妈从来没跟我提过。没提过就对了，就是因为没提过，才更有可能瞒着你呢。对，这研究成果它必须是我爸的，也只能是我爸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翻身的可能。哎呀，陈总，你确定这么高有用？李首席现在声望如日中天，声望越高，摔得越狠。窃取王夫成果，卖国求荣，这两顶帽子给扣上去，任他再清高，舆论压力也会把他淹死。舆论我们负责煽动，水军自媒体大 V 我们都联系好了，你们负责前台闹，把事情搞大，越难看越好。到时候迫于压力，他要么身败名裂，要么就得让步。那事成之后，我们的那份呢？放心，协议我都准备好了，不会亏待你们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各位媒体朋友们，我是陈浩。我今天要实名举报我的母亲李秀兰。举报？她所谓的自主研发的曙光特效药，完全窃取了我早逝的父亲陈明远教授。天哪！大家请看，我看他说的像真的，对吧？各位，我公公他可是天才科学家，只可惜走得早，留下了未完成的研究结果。他李秀兰趁着我老公年幼不懂事，就霸占了所有资料。他李秀兰，这就是赤裸裸的盗窃。更可恨的是，他居然为了钱，秘密谋划与东洋药业集团合作，甚至为了巨大的利益，想要把专利卖到国外。所以，我们忍不了了。我们今天决定大义灭亲，恳请国家，恳请社会，能够帮助我们主持公道，要求李秀兰将原本属于我父亲的专利所有权归还我这个合法继承人。恳请国家，恳请社会，能够帮助我们主持公道，要求李秀兰将原本属于我父亲的专利所有权归还我这个合法继承人。我操，惊天大瓜！这老太太看着挺体面的，结果是个贼。支持儿子维权，拿回自己的遗产，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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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他们这是诽谤，是污蔑，我们立刻给他们发律师函，开发布会澄清。清源，律师函照发，但发布会先不开，让他们闹，闹得越大越好。当所有的眼睛都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给他们看真正的东西。无耻下作！陈浩他是不是疯了？居然带着您的儿媳妇儿和几家头部企业在网上买水晶抹黑您，我真是瞎了眼。当初还通过基金会帮助过他的公司。首席，那可是您亲儿子啊，他怎么能联合外人用那么脏的手段对付自己的母亲？他陈浩还有没有一点人性啊？老林呐，你坐下说话，你转得我眼晕。首席，您这个反应怎么好像一点都不意外啊？
当利益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足以使人变成鬼，使鬼装成人。曙光现在的全球估值已经超过了1000亿，一块足以让行业重新洗牌，让资本疯狂的蛋糕放在那儿。你觉得会有人只会送来鲜花祝贺？老师，您早就料到了。前段时间那几家巨头来给我接洽的时候，他们都想压低价格独占，被我拒绝了。他们不会甘心的，明面上争不过，肯定还会想其他的办法。而陈浩和刘威，他们2个人眼里只有钱，又正走投无路，被人当枪使是意料当中的事。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任由他们污蔑？舆论一旦成型，假的也能说成是真的，到时候您的声誉，曙光的声誉。清源，通知所有的记者，明天上午10点钟召开新闻发布会，是让他们看到真东西的时候。是，老师。怎么还没到啊？应该快了吧？听说这老太太挺厉害呢。哎，来了。大家好，感谢各位今天到来，我是李秀兰，曙光项目的负责人。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需要以这种方式向大家展示这些本该尘封的记忆。曙光项目的核心专利，近期引发了一些不同凡响的关注，甚至是指控我侵权他人的财产，是吧？指控我窃取他人的成果，指控我要将曙光专利高价售于海外。今天我站在这里，要澄清2件事情。第一，是为我和我的团队证明，即日起，所有的原始稿件、实验日志，甚至从立项到最终成果的所有记录链，都将交给由国家指定的权威学术鉴定机构进行公开鉴定，并且接受社会各界的公开监督。第二，是关于曙光专利的未来。在过去几个月里，我收到了无数的合作邀约，有的出价甚至高达100亿。但于我而言，在30年前，这些功名利禄就已经烟消云散了。我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坚持研究曙光专利，其初衷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让更多被病痛折磨的人，尤其是那些无力承担高价医药费的病人，看到活下去的曙光。而不是让它成为只有少数人才能仰望的奢侈之光。好，好，说得好啊！好。啊！什么？你真是我妈妈啊！秀兰，你故意的，你就是故意的！你明知道我们公司就靠这个专利救命，你明知道我们抵押了房子，还背了一身的债，你现在说免费了，你
现在说所有人都能用了，你让我们2个怎么办？你少亲手把你亲儿子、亲儿媳，你逼上死路！李秀兰，你清高，你了不起啊！你要救这天下人。可你有没有想过，我是你儿子啊，我马上就要死了，你看不见吗？你明明手里边有救我的药，你偏偏非要把它扔到大海里。陈浩，我先来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我是你妈，生你养你，供你读书，帮你成家立业，抚育后代。这30年，我自问自己，问心无愧。可你呢？当我是没用的老太婆时，你是怎样对我的？当儿媳当众骂我是没用的老家伙，是扫把星时，你又是如何沉默？我起早贪黑的收拾这个家，你觉得是理所应当？我腰酸背痛，夜里睡不着觉，第2天依然起来要带娃收拾房间的时候，你说哪个家里的妈不这样？我腰酸背痛，夜里睡不着觉，第2天依然起来要带娃收拾房间的时候，你说哪个家里的妈不这样？嫌弃我丢人时，要把我送进养老院，说我爱也丢人。你有1秒想过我是你的妈吗？我的隐忍成了你们得寸进尺的底气，我的付出成了你们指责我嫌弃我的筹码。我在你们眼里就是矫情戏多，不体谅年轻人。陈浩，我也问你，在你不把我当妈尊重，把我当做累赘嫌弃的时候，在你心安理得的享受我的牺牲，却连一点尊重都不给我的时候，在你为了利益联合外人，用最难听的话污蔑我的时候，你配当我的儿子吗？现在我回答你第2个问题，为什么曙光专利的独家授权不能给你？一个眼里只有扭亏为盈，只有抵押套现，甚至不惜用污蔑至亲来获取利益的人，是不配拥有曙光专利授权的。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对镜头前在看的人说几句话。请看看你们的妈妈，她可能不再时髦，说话啰嗦，她可能根本就不懂你的世界，但是她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熬成了你们的衣食无忧的日常。她把自己曾经的梦想藏进了对你们操劳的日常。请对他们多一点耐心，少一点伤害。感恩和尊重是给他们最好的礼物。接下来，我要对中年的还有老年的姐妹们说，我们这一生啊，为了家庭，为了子女，为了别人，咽下了太多的不公，忍受了太多的委屈，很多病啊都是气出来的，是闷出来的。别再傻傻的把各种情绪咽到自己的肚子里，要勇敢的说出来自己的不满，要敢于说出自己的需求，要敢于反抗那些自以为是、理所应当的索取和不公。我们的价值从不只在于奉献和牺牲，先活好自己，照亮自己，我们才能做到既有能力又有尊严的照亮别人。妈，我们知道错了，我们知道错了。
去讲道理了呢。我说，奶奶说欺负人是不对的。我们家小宝啊，做得真棒。宝宝呀，帮助人是不是很开心呢？奶奶，以后我还能常来找你吗？当然可以了。我跟你讲幼儿园的故事。好。